本期视频您将看到发动机雅作、鞭尸百大、文化之都、关门谢客。好的，各位中午、早上、晚上好。去年12月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开启了北上冒险。由于时空环境的变化，即便在写稿的当下，那几天的东北行都如梦如幻，因此把那段时间的所见所闻所想记录下来，全且当作时代的痕迹。首先必须要说明的是，这场恶意旅游严格履行了防疫责任，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全程佩戴非呼吸法式 N95 口罩，带足了换洗衣物和防护装备。更重要的是，准备了体温计和包括但不限于不过分的退烧药。我视频的弹幕和评论区经常会出现质疑人文社科有什么用的声音。通常情况下确实很鸡肋，但大多数人在义务教育阶段并没有被培养什么逻辑思维和基本常识。例如退烧药，我们家原本也是没有的，但我在观测到相关政策在各大城市悄然转向的第一时间，就要求家人立刻购买了退烧药物和防护装备。其实这是个很简单的逻辑，生病就要吃药。如果现在大城市买不到药，那么物流没有大城市发达的小城镇很快也会沦陷。所以在那个可以随意购买退烧药且当地还没有爆发疫情的黄金1周内进行了采购。事实证明，这是个正确的决定。这么一说，是不是觉得正常人都应该能够做到提前储备？但产量不足，储备不足，智商也不足。不过我这点小聪明也敌不过历史的浪潮。等我旅行完回家一开门，老爹就告诉我家里全养完一遍了。哼，想逃。不过这次旅行也算因祸得福，因为疫情，所以无论去哪里都没有多少人。又因为防疫政策的调整，没有健康码，没有行程码，没有跨省报备，还能收获超低价机票和旅馆。不过那都是后话了。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就来骚扰过旅顺，并用第一个发现此地的英军将领称呼为亚瑟港。作为一个家住海边直线距离不到500米的人，去一个海港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晚上从烟台港出发，乘坐渤海匪珠号，睡上一觉就到了旅顺口。由于出行常年高铁2等座，所以这次我也自信满满的选择了坐席。结果座舱席正好在发动机舱上面，刚上船没发动还好，等一启动踩油门，那个推背感和震动感堪比宇宙飞船。好消息是因为疫情，整个坐席舱算上我只有5个人，所以可以用一个不大雅观的姿势躺着。不过我还是建议后来者选择正儿八经的卧铺，价格上没有比坐席贵多少，噪音还小，能够睡个好觉。我最想吐槽的其实是卫生状况，在开水间的金属舱壁上密密麻麻的分布着还没有孵化的蟑螂卵和大大小小的蟑螂。捧着水杯的我瞬间没有了接水的欲望。如果你坐的是晚班船，记得一上船就去吃饭，不然餐舱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也结束营业了。我下船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可以说是又冷又饿。但作为一个散客，那个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如果船停的部位比较远，那你就要推着行李箱行走在东北的寒风中。轻轨站不到营业时间，到务岗边也没有什么商业，打滴滴也因为旅顺新港地处偏远，没有人接单。走个1-2千米才在造船厂门口的早餐摊，跟上早餐的工人一起蹭了一口热乎饭。不过这也是旅行的含义嘛，了解点不同的风土人情。早在搞佛爷还没升天的时候，旅顺港就被李鸿章建设成了北洋海军的主要基地之一，一南一北扼守渤海湾的出入口，拱卫京城。但等到甲午战败，旅顺也和大清一起沉沦。日军于1894年10月21日攻陷旅顺后，对市内居民连续4天进行杀戮，超过2万人遇害。屠杀过后，全市仅剩36人被留下埋葬居民尸体，遇难者葬于今天的万众墓。不过由于临时天气原因，我并没有机会参观万众墓博物馆。在后来的马关条约中，清朝原定是要割让包括旅顺在内的辽东半岛给日本的。不过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内斗，俄德法3国怕日本在东北亚一家独大，按着日本的头，让日本吐出了辽东半岛。不过这也不是免费的，首先是大清要补偿日本3000万两白银，其次3国干涉还辽有功，各自也独占了租赁土地、修建铁路等权利。最后3国干涉还辽，也为后来的日俄战争埋下了祸根。这就是旅顺的第一段殖民历史——沙俄殖民时期。1898年签署的旅大租地条约和旅大租地续约，俄国租下了旅顺和大连2个港口，旅顺也就成为了沙俄关东州的一部分，其统治机构关东州厅也位于旅顺岸边。俄国租借旅顺的7年间，给旅顺留下了一批俄国风格的建筑，旅顺也发展为1万人口的大城市。在华俄道盛银行的资金支持下，修建完工了中东铁路南满支线及后来的南满铁路。日俄战争后的普茨茅斯合约，俄国战败，并将其在东北的权益移交日本，开启了日本殖民时期。殖民者的更替也在旅顺的建筑物上留下了痕迹，最典型的就是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也位于此地。俄国战败的时候，旅顺监狱还没有建成，日本后来就在此基础上完工并扩建。所以监狱外墙上很明显的出现了色差，
俄国用的灰砖，日本用的红砖，误打误撞的拼色设计还挺配。还是得益于疫情，没有什么人参观，所以我有个1对1的讲解员。这座监狱里还曾关押过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安重根义士，不过里边是在装修，所以也没法进去看。其实冬季作为旅游淡季是不适合参观博物馆和人文景观的，因为他们大多选择在这个时候整修，没有提前了解，大概率会扑个空。作为一名 B 站 UP 主，去旅顺当然要辨识某知名已消耗100大 UP 主了。21年确实是很神奇的一年，上了100大名单的头部 UP 主们纷纷被锤。机智的党妹，简称党妹，本名潘梦颖，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大学，连续3年获封哔哩哔哩100大 UP 主荣誉称号。2021年7月3日，党妹上传了名为《触摸天空》的舞蹈视频，身着狗尾塔裙在旅顺博物馆门口跳日系宅舞。其实这件事挺缝合的，她穿的勾裙图案是俄国的，样式却是日本的，跳的舞是日本的，但歌曲却是中国的。最后事件以各界骂声不断，党妹消耗跑步收场。党妹背后的旅顺博物馆确实不像当时很多营销号说的那么有历史意义。如果你去过旅顺博物馆，就知道无论是本馆还是旁边的新馆都不展出旅顺近代文物，也和旅顺大屠杀无关。如果你想了解那段历史，完全可以去万州墓纪念馆。旅顺博物馆对面的中苏友谊纪念碑和更北边的关东军司令部旧址都比这更有近代史价值。毕竟关东军司令部旧址里规划过918事变，后来改做军营，大门口还有3代目的题词。旅顺博物馆前身是日本殖民时期由日本建筑师前田松运在沙俄未建成的高级军官俱乐部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关东厅博物馆。1954年更名为旅顺博物馆，并由铁骨铮铮郭沫若为博物馆题写金冠名。所以旅顺博物馆就是个博物馆。不过党妹的退网确实也不冤，毕竟这座博物馆也算是沙俄和日本的历史共业了。但要说旅顺有多少历史保护，我去的时候确实没看出来啊。那一片建筑区基本都算历史文物，但除开旅顺博物馆2馆外都很破败，要不荒废后荒无人烟，要不就被商业化破坏。2008年以前，旅顺是军事禁区，所以60年没开发。墙上写的创建东亚文化之都，扩大对外合作交往，确实是有点难为当地政府了。希望下次去的时候能够被好好修缮一新吧，至少别在墙上涂鸦群众大作了。沿着友谊路往东走，跨过关东州厅，就来到了胜利塔。旅顺也就从日本殖民时期来到了苏联占领时期。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了1945年，根据雅尔塔协定，旅顺港由苏联占用。8月风暴行动后，苏军占领旅大地区。同年11月25日设置旅顺市政府，虽然名义上归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实际上由苏联和中共管辖。直到1954年才由赫鲁晓夫交换中国。我原本是想步行去旅顺潜艇博物馆的，一路上也路过了不少海军军营，也拍到了不少军舰照片，还有未完工的隐身舰艇啊！刺探剧情，这下真成50万了。但这个雪确实有点大，想骑电单车数量少不说，还都没有电。最后为了3公里的路程打个滴滴啊，结果啊，旅顺潜艇博物馆没开门啊！我去之前特意上网查了，除了周一它都开门，结果因为疫情原因临时改成了周六周日开放，但只在大门口贴个通知。也就是说，像我这样的倒霉鬼，只有到了大门口才能知道它开不开门。可是旅顺潜艇博物馆位置很偏僻，很不容易打回程车。吃个闭门羹的我，在冰天雪地里，在手机上不停的加价打网约车，直奔市中心肯德基，每吃一顿顺便拿孙子。顺带一提，万州墓纪念馆旁边就是旅顺汽车站，大家可以乘坐2002股公交车直达大连市中心啊！我就乘坐这条特殊线路公交车前往大连星海广场的。我在旅顺的旅程就这样在鹅毛大雪中被收场了。如果喜欢本期视频，不要忘记3连加关注。如果不喜欢，请私信我提意见。你可以在 B 站、微博、微信、YouTube 搜索关注影视谈，也欢迎大家预约下一期关于大连的 vlog。最后的最后，这是影视谈，我们下期再见。